堂堂京城尚书的千金，如今却抱着臭鱼冻死在这孤岛。求求我们哥俩可以给你留个清白。若能重来一次，我绝不要这样活。我还活着，不是吗？我真的回来了。阿碧，小姐，阿碧，今天是几月几日？9月18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把库房的锦缎、首饰、瓷器全部联系上行变卖。小姐，换成粮食种子、渔网、铁钩、咸盐、防寒的棉衣。潮汐图、滩涂蛏子，这个地方礁石下有石斑，快去！还有3天就会被抄家，这一世我不能等着别人来救。小姐，刚阿碧跑来说要把库房的金银细闪全部变卖，换成一堆渔户的破烂，还说是您的吩咐。对，我吩咐的，所有东西全部变卖，一件不留。使不得啊，小姐，这些都是王府在京城立足的根基啊！老爷知道了，老奴担不起这个罪啊！父亲那边我去说。小姐，你别冲动啊！李总管，上次西域进贡的刘邦玉蝉还在库里吗？你置办在东郊的那套宅子挺气派的。您怎么知道这些？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，按我吩咐的办，你还能有条活路。老奴明白了。小姐，这些宝贝都要卖吗？宝贝，3天后连一碗茶汤都换不了。李总管，联系整个京城的古玩商行，所有东西低于市场价30%，最迟明晚我要全部变现。另外联系能联系到的所有资源，作物种子、渔网、鱼钩、药品，全部按照高于市场价3倍收购。小姐三思啊，这些都是名家亲笔，玉器瓷器也更是极其罕见，用这些去换一匹破烂，老奴实属不能理解啊。去办就是了，记住收购回来的东西不要堆在这里。记住收购回来的东西不要堆在这里。宋府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冰白玉凤衔珠梳，海纹瑞兽琉璃宝镜，这可都是市面罕见的宝贝啊！当真要卖吗？不过能收藏起的人物，一时半会儿也不好找啊。是啊，宋小姐，这么大体量，现款确实难办啊。唐老板、赵老板，价格我让30%，但有个要求，切勿声张，任何风吹草动，协议作废。工部尚书宋伯安中饱私囊，涉嫌通敌，免去尚书之职，家产充公。宋府婢女削为罪极，择日发配东海罪地，永世赎罪。堂堂宋王府，库里就这点东西吗？按律，岁眷女眷可配军户，这里有3个。那是裴长渊，北疆战场上百人斩的狠人，巨屠城被贬来的，可惜瘸了条腿，在渔村连个婆娘都讨不着。我选他。你选错人了，我养不活你。我不需要你养，我会赶海，不会拖累你。奉刘侍郎令，宋家流放东海，永世不得离开渔村蓟县，擅离者杀。海滩是马家的，让我先进，找到海货出来再给钱。让他进。朝不等人。那地方我去了10年，连根海草都没捞着。不知道马三爷说这滩是死滩，这石斑还活着呢。为什么帮我？你选了我。明天退朝是什么时辰？母正3刻。母正3刻，我来。放一筐，我来扛。不用。你那条腿？那条腿扛过比这重的。
姐，太好喝了！姐，太好喝了！你知道下面有东西，我还知道蛏子洞长什么样。京城来的大小姐知道怎么活下去。明天还来。他踩过的地方你在去空的，不是位置不对，是他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老辈人管这叫海眼，有人天生能看。娘，能活了。超音，给你的。滚！以后晚上别点灯。好。走。今天走南角。我赶了30年海，没见过这个品相。蛏子归我马家收，4文一斤，市价6文。死摊的东西4文已经抬去你。你去哪儿？三爷不收，我卖给别人。上次那瓶还没用完，那就攒着。陈伯说你长了海眼，你还信这个？我信你会找蛏子。明天几点？保证。好。朝音啊，婶儿明天想去赶海，你给婶儿指条路。东角那片礁石底下有蛤蜊，别往深了走，明天风大。跟着宋家姑娘赶海，哐哐不空。醉奴带头，这是要跟我马家抢地盘。死滩南角的深场，明天天亮前给我翻干净。狗娘养的马三！死滩不能去了，走乱郊区。去不得，那儿暗流多，漩涡凶，连老把式都不敢走。老把式没去过，我去过。你可以吗？还是能踩住礁石的。你差点把自己也拽下去。你疯了？没疯，算过。王爷，王爷，明天几点退场？你们从哪里捞的海参？我哪敢去？你带我一去行不行？朝音，马三爷要动你死滩的撑场，这几天小心。谢叔，叔也小心。你不回去睡？今晚守。明日几时？保证。三爷，按市价，1斤蛏子5文，青蟹7文，石斑12文。死滩的东西没贱卖，乱交的东西也没贱卖。好。裴长渊跟踪马三爷，心腹到一处废弃船坞，暗夜里有人在礁石后交接盐带私盐，他用木炭在布上画了张潦草的图，藏盐点、交接时间、船只特征。这条罪砍头够不够？够砍3颗头。那就先攒着，等到需要的时候一次砍完。你想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他最不想被人发现的时候。张叔，怎么不卖？马三爷收10文。这条石斑至少值25文。他说死滩那边最近海货多，行情掉了。猪打到的鱼值多少就是多少。
25文，差价是马三爷从您手里抢的，我帮您抢回来。消息在渔村传开，短短4天，6、7个渔民跟着我绕过马家卖货。腿是被蛮人打折的。你不是来受害的，你是被藏在这儿的，有人让你等。下次别去乱叫去。你在命令我？不是命令。海货买卖看天，但粮仓在，人就有底气。赔百货，我来扛吧。你一个女儿家，扛什么扛？你不也……我瘸了一条，另一条还在。裴长渊带李大拿和少年阿彻轮值守夜，一个黑影摸到木料堆旁，裴长渊的竹棍已经抵在他后颈上。你不抓他？他在试探。那你一个人守不住，我也守。宋家那个丫头不光赶海，现在建粮仓了。你们知道粮仓建起来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要在渔村扎根，意思是以后这海滩上不光我们马家说了算。三爷，他背后那个瘸子，瘸子怎么了？昨夜小周想去探探，被他发现了，没动手，放了。但小周说，那瘸子看了他一眼，就一眼，他腿软到现在。那就别动粮仓，动别的地方。北边那条路给他断了。从明天起，邻村的粮一粒都不许卖给宋家。从明天起，邻村的粮一粒都不许卖给宋家。谁敢卖，我马家的船以后不靠他的岗。东海缺粮，内陆缺盐。他断粮，你晒盐。马三的爷断不了，海匪断不了，谁也断不了。你怎么想到的？我在北疆算后勤，3万人的兵，粮和盐比刀重要。明天我给你画张盐田的位置图。东边那片滩塘，退潮后日晒时间将最长，4天就能出盐。我听完李大拿表哥传过来被断粮消息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告示贴在卫所门口，罪卷及关联人员不得从军需粮库购粮，违者以通匪论处。宋姑娘，不是我不通融，上头的命令，从今天起，军需粮库的账上不挂宋家的名。只剩3天。母亲打开米缸，发现只剩3天的存粮，她的手抖了一下，然后慢慢把缸盖合上，什么都没说。娘，我们晒盐。晒什么？海盐。东边那片滩涂，日晒最长，4天出盐。我已经去看过了。干净，比私盐好。能换多少？1斤盐3斤米，你有多少？50斤。超爷，马三爷断粮的事儿，你从哪儿弄的？海里的。老辈人说过，东海不缺盐，但从来没人想过要拿盐换粮。因为从来没人被逼到粮被断了，被逼到头的路就是生路。马三爷的私盐网比我们大10倍，他那条线通北边，量大，但是脏盐掺了沙子。你怎么知道是脏盐？你在北疆也这么打仗？北疆没有私盐，但有私粮，粮道被断，我就从蛮人手里抢。所以你也被人断过粮？断过3个月，3000人，最后剩800。北疆的8，雁门关的8，被人说瘸子废物的8。你不是瘸子，你是瘸了一条腿的战神，这2个不矛盾。你也不是罪臣之女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一只脚踩在退潮石沉上的人，前世今生的潮水都在你眼睛后边。汤凉了，还热。我扩大盐田，3块盐田扩成9块，产盐量从50斤涨到200斤。别抖，盐掉地上就化了。宋姑娘，这比打鱼好10倍，我闺女可以吃饱了。宋姑娘，你的盐干净，
比私盐好卖，以后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按月供盐。宋家那个丫头不光赶海，现在晒盐了。你们知道她的盐卖给谁了？陈记米铺上个月还从我这儿拿私盐，这个月一包都不拿了。赶海断我鱼价，晒盐断我盐路，一个罪奴。去巷口堵他，请他来喝茶。宋姑娘，三爷请你喝茶。滚！你又用那条腿了？用了。疼吗？你买了几瓶？够你用到明年。好，鱼霸斗不过瘸子，那就换种办法。去写封信，用魏处那种纸。三爷，诬告通匪？不是诬告，是给他们个机会自证清白的。马三爷在写信，说要告你通匪，他要用魏处压你。他那是伪造的，他要诬告我通匪，我就让他先解释，为什么他的私盐账本和魏判用的是同一种纸。纸有了，还要人。你是说证人？心腹也是人，是人就怕死。你要找写那封信的人。明天我去茶馆。你一个人去，瘸着腿。他们怕的是我。瘸裴公子，有事？信是你写的？什么信？你还有3天。心腹会反水，我发现了卫所信纸上的暗印。你怎么知道暗印？你以为我为什么在这里等你？卫所的纸上都有暗印。这张纸没有暗印，但写假信的人不会去查证。那如果堂审那天他不反水？他会反水，怕死的人不需要被人下第2次。盐水晒白盐，宋家有良田。马家船不靠岸，渔村变了天。谁编的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信写好了就送，明天一早递到卫所。宋朝英，东海卫所传你午后堂审，有人告你通匪。午后堂审，我陪你去。带人证。大人，小的亲眼所见，宋朝英在北边礁石湾跟不明船只接头，那船没有旗号，夜里来的，搬了2口箱子，一定是通匪。不要替本官定性。监视大人，此女不仅是宋尚书舅父之女，还是罪奴，罪奴通匪，罪加一等。这是证人词，还有宋家与不明船只往来的详细记录，请大人过目。宋朝英，民女在。你有何异议？有，大人手里那封信是假的。大胆！说说看。第一，这封信声称去年10月初1也在接头，但去年10月初1，东海卫所因为飓风封了所有渔港，所有渔船全部归港。卫所派了3队兵卒在海边巡查，这一点卫所有巡查记录可以比对。第二，同一种青竹纸，同一种墨色，我请大人比对马家的私盐账本和这封通匪信，是不是从同一沓纸上裁下来的？胡扯！马之和，你坐下。纸是同一种纸，墨是同一种墨。带信上的宋县人，宋县人呢，那就带写信的人。草民赵小四给马三爷管账房。这封信是你写的？是草民写的，但不是草民自己要写的，是马三爷让我写一封宋家通匪的假信，给了草民5两银子。赵小四，你堂上不得喧哗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这是马三爷给我的银子，还有
草民怕事，写假信的时候留了一份稿稿，墨痕和那封信一模一样，但少了几句改动，可以比对。账40，即刻执行。家产充公一半，茶盐生意的账册，明天全部送到卫所来。那个赵小四，你用什么让他在堂上把银子也拿出来？我跟他说，堂审那天马三会把你推出去顶罪，你手里留了证据才能自保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马三。马三在牢里。是马三留在外面的船工，还是路上的私盐贩子？私盐贩子，马三倒了，盐路断了，有些盐运了一半，停在海岛仓库，值1000两银子的货。想杀了朝音，盐村就散了，盐路能重新接上。仓库在哪儿？陆岛，正南3里。走。你不杀我，滚！那条腿能站。你在雁门关也是这样打的？你不喊疼？喊了有用。明天去找大夫。没用。那我明天去镇上抓药。鹿岛3里外。宋姑娘，海上的运部队。台风。你见过台风？没有，但我在北疆见过沙暴，两个有点差别。差在哪儿？沙暴你站着不动就不会死，台风站着不动会被吸进海里。只有一个地方能比。鹿岛。对，鹿岛。马三的仓库在岛上，仓库能装100包盐，足够容下全村人。敲锣，让所有人带上干粮和水，跟着裴长林去鹿岛，不要带被褥，不要带细软，只要活人。仓库够大吗？够。马三的盐仓一袋盐50斤，仓库里最少有200袋。咸水晒白盐，宋家有良田。留住了人，就能活。三儿的船全毁了。私盐贩子欠了上游，上游会来找马三家收账，不是找我们。回去，盐田还有200斤盐要收。宋姑娘，我们回去。村可以再建，盐田不在了，才是断根。马三输了，他的船没了，盐我们也有了。下一步，鹿岛的盐运回去，重建渔村，建更大。够了，够了，够7户吃1年。其余的换银子。马家的人在看你，看什么？看你能不能把盐卖进他们的铺子。宋姑娘，你的盐，你的粮，你给我的盐，我现在3条镇都认。以后你要多少粮？我要的不是粮，我要你帮我一件事。
你是第一个从马三私盐转到我海盐的商人，帮我在茶馆说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宋家的盐不用提心吊胆查衙门。年底之前，我要余镇的盐都姓宋。掌柜的信我，就继续拿盐。这里你一个人来过？为什么来？因为你是罪奴，马三随时可以踩死你，找一条贿赂。不是这个答案。你不是来找贿赂，你在雁门关守城的时候，城墙上也没有退路。我被压在死人下面，北蛮兵从身上踩过去，没发现。后来援军到，他们把我挖出来，腿已经断了。回到京城，皇帝说我有功，赏了铁券，又有人弹劾我说守城不力，说丢了阵图。所以你被扔到东海卫所？不，我被你爹藏在这儿。我爹？那你为什么不走？走？你能打，3条船偷渡出东海卫所，找个地方重新活。你爹把我藏在渔村的那天，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？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。然后你来了，你说我选他。疼吗？疼。疼多久了？11年。裴长渊，你不是瘸子，你是战神。明天我多走2步。瘸腿走？得多锻炼。你瘸腿也能放倒3个。明天先去盐田，盐收了，再把鹿岛剩下的50袋盐运回来。私盐贩子会来，让他们来。不打，我来谈生意。说，鹿岛的盐，1000两银子的货，你们占了仓，我们认。盐给我们3成，这20两是定金。3成？对。0。鹿岛的盐是我的，1袋都不会给你。但有一条路你可以替我做，北边的海盐路子你熟，我给你一个价，300两买你北边的盐路子。以后海盐从吴村出，你收码头费。码头费？你以前跟马三卖私盐，一船货被衙门查到就是掉脑袋。以后卖我的盐不用掉脑袋，衙门不会查海盐。北边盐路子你让进去，我就让你活着出来。300两，3天之内给你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回去跟所有私盐贩子说，渔村有盐，干净的盐，不用掉脑袋的盐。谁想来谈生意，明天中午来村里。300两，你有？鹿岛仓库里还有100包私盐，马三的盐本来就值1000两。那是赃物。堂审那天，蔡京士说马三家产超没1半，另一半在鹿岛仓库，卿士查不到，因为没人去查，但我们能查到。所以用马三的钱买家贩子的路子，再用这条路把宋家的盐卖到6个镇。你从堂堂市那天就在算这个？从马三倒台那天，他用来杀我的刀，我要用它切出宋家的盐路。盐贩子回的。宋家盐北边要第1个镇望潮镇，望潮镇在北边80里，2个镇的中转站。北沿6镇走水路，从渔村码头往北，过鹿岛，再往北10里进河，河连着6镇。你走过？没走过，看的渔村老渔民的航海图。你看了几天航海图？3个晚上。北边6个镇，离最近的卫所驻兵只有1天水路。所以你才要建盐船队。马三的私盐路子是偷偷摸摸，因为每一船都可能被查。你的海盐是干净的，但干净的东西运到6个镇要有人护。青壮年渔村有。我要带人学护船，有人愿意去的，站过来。我去。我明天开始练他们。你觉得你在把他们变成兵器？雁门关，我带的兵，最后一个兵死的那天，我没有盾了，他倒在我身上，血从我脖子流进甲缝里，3天后才洗干净。你觉得6个人不够，你怕守不住他们？雁门关的盾兵，你不是雁门关的校尉了。你信我？信。
北蛮的船在鹿岛北边。多少人？前锋3条船，大概50人，主力在后面。卫所已经发报，但援军要半个月，边防的阵兵挡不住。3条船50人，什么时候靠岸？如果顺风，明天黄昏。我们能守。我在雁门关守过97次，一次都没退。现在我守渔村，你们跟我守，就是我的兄弟。守渔村。北蛮兵一船17人，前锋3船50人，你们6个人加我7个人7个对50，7个守渔村，不是7个打50。渔村的码头只有1条栈桥，一次上来的不可能不过10个人，10个人在栈桥上站不稳，竹棍不是打人，是把人推下水。北蛮人穿铁甲，掉到海里直接沉。7个人守栈桥，剩下的40个北蛮兵从哪里上？他们不会从别的地方上。渔村临海3面是礁，乱礁区，只有这一条栈桥能过重兵。北蛮前锋是来踩点的，不会翻礁。如果他们翻，那就是送死。礁石上的海力可比刀利，铁甲在礁上划一步就是被海力割穿脚踝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栈桥上站住，北蛮兵上来一个，推下去一个。宋姑娘，盐不能烧，烧了就没了。不是烧盐，是把盐堆在这个位置。北蛮兵如果绕过栈桥翻礁，他们只有这一条小路可以进村。这条路两边是盐田，白天晒盐的卤水储止池。卤水能烧，卤水里最浓的那一层叫卤底，遇火就着，不熄。你，我能学。给他一根竹棍。你几岁？16。雁门关最小的兵14。撑住棍，站稳。6个人能站住了。你的腿能站。炉底铺了3条路，如果北蛮兵走别的路，他们会走栈桥。前锋来踩点，不是来屠村，走栈桥最快。如果他们翻礁，一炷香烧完，路上全是火够。够。一炷香够渔民从渔村后山路撤到半山腰。那你呢？我不撤。宋朝义，如果我们守不住，你也往山上撤。我是宋家的家主，渔村7户人是我带出来的，他们在，我在，他们撤，我最后一个撤。雁门关城破那天，我的副将也说不撤。后来我不是你副将，副将死于守城，渔村不是城，是家。我不是守城，是守家。明天黄昏，渔民撤上山，你守栈桥，我在路口负责烧路，烧完就撤，不逞强。你说话像将军。我没当过兵。走，去码头。现在晚上要练，鸡叫天亮时练的是白天的仗，月亮下练的是暗光仗。北蛮兵的船可能黄昏到，也可能是半夜。你在暗光里，比雁门关的沙暴更亮。再来！从现在开始，你是守栈桥的第7个人，守到什么时候？守到我回来，或者守到天亮。如果我没有回来，你会回来。是，我会回来。
不要看人，看脚。北蛮兵上岸第一步，脚踩在栈桥木板上，人还没站稳，这个时候推，一推就倒，一推就倒。快走的人，推到栈桥第二段。你们推到第三段，不退，是命令。他是雁门关的校尉，守住了，守住了，灵斋王，你做得好，你学会让人信任。走，回村。你下水了，水凉，他还活着。明天养伤。你不是雁门关的校尉，渔村不需要你打明天的仗。今晚喝药睡。宋姑娘，谈个事儿。说。卫所的周世安说，让渔村的盐交税，一共100两。100两？你是来传话的？我是来。回去告诉周世安，渔村的盐不交官费，1分都不交，要交税让他亲自来。董姑娘，半夜里来。周世安派人烧渔村粮仓。周世安在渔村纵火收税是越权，但他是千户，我是千石，他比我大半级，我不能直接。越权和纵火2件事都不小。马三的私盐案，监事大人审得快，办得硬。东海卫所私下都在说，蔡监事是能办事的人。现在周世安烧渔村粮仓，如果你管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那句话是在告诉我怎么当官？监事大人知道怎么当官，只是没人提醒你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1队兵。1队兵可以，但周世安的关卡得绕过去。怎么绕？就栈道。所以你从一开始，从拿到北沿路那天，我就在看图。天一亮，兵到渔村。周世安若再纵火，本千石有执法权。办好了，办好了。你让他出兵，怎么说服的？我只告诉他，他的辖区被纵火，你不作为，纵容纵火，比纵火本身的罪更大。我只是把账算清楚。关卡绕栈道，是你早就想好的。拿到北沿路那天，我就看到了那条虚线，马三的贩子标注过，州关卡以西30里，老路可通行。因为北蛮来之前，周世安还没动手，还没动手就没有把柄，没有把柄，蔡监事就没有理由出兵。现在周世安烧粮仓，蔡监事出兵，不是护渔村，是在惩罚越权纵火。腿上的新伤还要3天才能好。3天，3天之内没有仗打了，够吗？够，官费不用交，粮仓有人守，沿路走栈道，北沿6镇照常卖盐，每天300斤，北沿6镇要200斤，多出来的100斤卖到北蛮。北蛮？北蛮人也要盐？你想在北蛮边境开盐市？不是现在，但路线已经在算了。你的剑断了，重铸一把剑要等铁，渔村没有铁，但有盐，盐能换皮货，皮货能卖到江南，江南的钱换铁，铁再铸剑。你重生过，
不只是换了命，命只是换了一条，但脑子里的海图没换。前世东海所有的事儿，我只记错了一次。哪一次？前世我死在洞巢里，今生我选择了你。裴长香接旨。罪将裴长香腿伤不便跪，请钦差见谅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北雁关告急，北蛮主力南下，边关一日三报。原雁南关守城校尉裴长渊虽曾失城，但有将略，即日召回京城副三品衔，同北雁关守军戴罪立功。钦此。北蛮主力离此地多远？北边防来报，北蛮前锋已经在北雁关前集结，主力距北雁关还有10日路程。北雁关距此多远？2300里，走驿道换马，至少要行25天。钦差来的时候骑了18里马，老马是跑死的。我要走到北雁关25天，北蛮主力离北雁关10日，走到时，北雁关已经破了。你是在抗旨！你是在抗旨！钦差大人，这不是抗旨，而是事实。况且这个渔村和北雁关一样重要。你的意思是，渔村比北雁关重要？不错，北莽人水路仅需5日便可抵达这里。之前已经有北莽探哨来过了。你怎么证明？不用证明。上个月北蛮51个前锋从海路登陆渔村，全歼，主将林真亡。钦差大人，您可以派人去边防查。你是宋朝英，宋尚书之女罪奴。渔村盐田的主人。钦差大人，臣有一个请求。说，请大人上奏，北蛮海路防线由臣留守，臣就地征用渔村青壮年为海防民兵，3个月内守住东海整条海路。就地征用？你这是调动，请钦差懿旨军。本官以钦差之名给裴长渊3个月，3个月后，臣带着北蛮暂停海路的消息去北雁关。宋尚书的女儿，你父亲之事，在朝廷还在查，你保重。钦差走了，走了。圣旨不用去北雁关，3个月，北蛮再来，我们再打。渔村不是雁门关，雁门关11年没守住，这一次不一样。可你只有7个人。雁门关是我一个人守，渔村有一群不会后退的人。3个月构建盐城了，不是盐做的城，是渔村建起来的城。盐田往外扩，15块变30块，码头变船坞，旧战报变商路。3个月建成渔镇人不敢小看的渔村。